韩老魔开局就是王炸，凶司王刚放出千鬼巨爪，就被六臂巨猿一把捏爆，玄天斩灵剑的法则之力，连自爆都逃不掉。咱们书接上回，每一张鬼脸都栩栩如生的覆满巨人周身，双目紧闭，神情各异，或怒或喜，不一而足。凶司王所画的巨人单手掐诀，口中发出一阵低沉冷笑，体表所有鬼脸随之缓缓睁开双眼，金光骤闪，一道仿若天外飞仙般的金色剑光毫无征兆地从附近虚空中射出，如电光般绕巨人头颅环切一圈，随即闪现至数十丈外。剑光收敛处，一个高约尺许的金色小人面无表情地现身。只听咕咚一声，巨人硕大的头颅已从脖颈处滚落。金色小人见状，肩头微动，嗤嗤破空声大作，无数道无形剑气自体内迸发，从四面八方卷向巨人的无头身躯，眼看就要将其搅成碎片。此时巨人脖颈处的5颗金色头颅齐齐张口，发出刺耳鸣笑。随着一阵虚空波动，一层金灿灿的光照蓦然浮现在其体表，铺天盖地的无形剑气斩落其上，响起一阵急如雨打篱笆的脆响，竟纷纷被弹开，无法破开光照分毫。与此同时，巨人身躯上一张鬼脸倏地模糊消失，无头脖颈处黑气翻涌，迅速凝结成一颗完好的新手。金色小人脸上依旧毫无波澜，眼中却寒光一闪。刹那间，巨人两侧波动乍现，2道10余丈长的金光闪现而出，交叉斩落。砰然巨响中，那看似坚不可摧的光罩应声碎裂，巨人新生的头颅再次滚落尘埃。是金虫王竟然动用了本命神通，瞬间将巨人首级再次一斩而下。但马上在5颗金色头颅诡异咒语声中，巨人身上第2个鬼脸消失后，黑气滚滚一冒，第2颗头颅又无声的在脖颈处幻化而出，并方一声出的瞬间，口中发出讥笑的声音：我有上千厉鬼之力在身，也就有上千条性命，就算你能斩杀我数百遍，也根本奈何不了我的。倒是本王想看一看阁下能否承受我的千鬼之力的一击。话音刚落，凶司王所化巨人身躯一颤，体表所有鬼脸竟忽然全向2条手臂移聚而去，接着2只大手一甩后，同时向前方一抓而出，无数黑气缭绕而出，鬼脸全都呜呜的从2条手臂上剥离而开，并换上了凄厉之极的狰狞表情。嗤嗤声一响，2只巨爪竟一下脱离手肘，无声射出，迎风一晃后化为了母许般大小，一个抓向金色小人，另一个则向远处巨猿一捞而下。一向神色木然的金色小人一见巨爪一抓而下，脸上神色首次动了一动，嗖的一声，体表金光一闪，竟没入附近虚空，不见了踪影。但巨爪五指微微一屈，附近无数鬼脸面孔一阵扭曲后，顿时5条黑锁的从指尖处弹射而出，噗的一声，5条黑锁一闪即逝中，在蓦然往回一拉，附近空间波动一阵剧烈波动后，金色小人就被黑锁5花大绑的硬生生从虚空中拉扯而出。巨爪五指一合，就将金色小人一把抓在手心中，并用力一捏，顿时整只巨爪附近的鬼脸呜呜声大起，接着纷纷化为黑气的爆裂而开，将巨爪连同金色小人瞬间的淹没了进去。但是下一刻，2道10余丈长金光在黑气中一闪的浮现而出，蛟龙般的一阵狂斩之后，竟将黑锁连同巨爪全都斩得粉碎而散。里面金色小人纵身一窜，就化为一团金光的从黑气中洞穿而出。但被斩碎黑气中，无数鬼脸一闪而现，口中发出怪异的喃喃声，巨爪顿时在他们中间无声的凝聚而出，并一颤之后的冲小人击射而出。是金虫王怒中所喷金光，虽然厉害无比，但似乎无法动用太多次数，用其在斩碎了巨爪几次后，也不得不身形移动的边战边退了起来。而巨爪依仗自己的不死之身，丝毫顾忌没有的一路紧追不舍，一时间2者围着山峰漫天飞舞的追逐不停起来。另一边，韩立所化巨猿面对同样呼啸而下的诡异巨爪，却是不闪不避，反而2手一捶胸膛，3头6臂的身躯再次一胀，体表密密麻麻的银色纹阵嗡嗡声一响，6条手臂一动，6只金色巨拳向巨爪虚空一击而去。韩立竟打算单凭肉身就将巨爪一击粉碎，而将百脉宝诀运转到极致的巨猿，6只金色拳头方一击出，发出巨力，就让附近虚空爆鸣声一响，6道金蒙蒙飓风就先一颤的从拳头上击射而出，所过之处空气为之模糊扭曲，声势好不恐怖。面对这等攻击，巨爪来势丝毫不减，反而缠绕其上的密密麻麻鬼脸同时发出怪异的笑声，接着同时一张大口，6道飓风方一卷到附近的瞬间，就青龙吸水般的全都被这些鬼脸一吸而尽。鬼脸体积为之骤然一长，口中随之喷出一根根黑色丝线，密密麻麻弹射交织下，瞬间幻化成一张黑色丝网。6只金色巨拳一闪的没入其中后，丝网只是微微一荡，竟然没有撕裂而开，反而就此顺势一包而下，就将巨猿庞大身躯全都罩在了其下。这时巨猿体表却腾的一声，无数滚滚银焰冲天而起，化为一朵火云的将黑色丝网硬生生的一拖而起。紧随而至的巨雀丝毫忌惮没有的一把探入火海中，附近鬼脸口喷黑芒下，竟然硬生生抵住了银焰的靠近。
巨爪丝毫阻挡没有的，直接洞穿火云而过，并一闪的就到了巨猿中间一颗头颅上空，五指一抓而下。五指尚未真的捏下，五股黑气就先从指尖处一喷而出，并化为5道黑锁的一卷而下。巨猿一声冷哼，头颅一扬，3口齐张，青蒙蒙罡风一冲而出，将5条黑锁一吹而偏。接着青色罡风一个模糊，忽然发出犀利之极的奇寒之气，一闪之后就卷到了巨爪上。叮当之声大作，清风中发出了清脆的连绵响声，在光芒一敛后，就诡异的化为了数十口青色小剑，围着巨爪一阵乱刺。但巨爪在千鬼之力加持下，却似乎坚不可摧。体表只是留下无数道淡淡白痕后，就将所有青色小剑硬生生一弹而开。砰的一声巨响，巨爪终于将巨猿护体灵光一捏粉碎，却又银光一闪的被巨猿硕大头处浮现的数个大小不一的银色纹阵硬生生抵住。巨爪表面密密麻麻的鬼脸再次一闪而现，一阵诡异蠕动的发出低沉咒语声后，五指突然一粗，从中涌出巨力，竟一下激增了10倍以上。纵然银色纹阵玄妙无比，在如此巨力一压下，也不禁发出嘎嘣之音，一副随时都要破碎而灭的模样。但就在这时，巨猿一声轻叹，一手猛然一缩而回，往头顶闪电般一拍，天灵盖处一闪的字形打开，从中一下飞出了数团颜色不一的光球，迎风一晃后，就分别化为了天凤、真龙、雷鹏等不同真灵的虚影，并一个盘旋后，又各自一闪的投入巨猿庞大身躯中。下一刻，巨猿身上一阵爆竹般的巨响发出，6臂猛然一挥动，身躯通体紫金之光一闪，体表浮现出一块块金灿灿鳞片，同时头上一股，3颗头颅上各自浮现出一根短角来。附近天地元气骤然一颤，仿佛漏斗般的疯狂往巨猿处狂涌而来。韩立见一般手段无法对付凶司王后，终于动用了涅槃身体的3阶变身。而变身后的魔化巨猿口中放声长啸，2条手臂一个模糊后，就一把将巨爪抓住，食指略一用力，就硬生生的将其捏爆而开，在头颅一甩的张口往上空一吸，一股金霞从口中一喷的将空中丝网一卷而入，并一吸的轻易射入了腹中。远处凶司王所化巨人见此大惊，急忙将刚刚生出一根手指冲这边虚空一点，顿时巨猿附近呜呜声再次大响，众多鬼脸从黑气中滚滚而现，并且面现怒容的口中飞快念念有词。顿时巨爪一个模糊后，就要在鬼脸中间再次浮现而出。雕虫小技，真以为这种手段可以在韩某面前再三使用吗？魔化巨猿却一声低吼，6条手臂同时冲四周各自虚空一拳击出，轰轰几声后，巨猿四周波动一起，6团金蒙蒙漩涡凭空浮现而出，滴溜溜疯狂一转后，从中用处恐怖之极的吸力，并且里面隐约有丝丝的法则之力透出。那些看似无形的鬼脸，只来即发出几声凄厉惨叫，就全都潮水般的被这些漩涡一卷而空。千目之力，远处凶司王见此情形，真的大吃一惊了，口中一声惊怒的大喝后，蓦然2手齐掐法诀，体表原本消失的鬼脸竟一闪的再次浮现出，并同时一睁双目后，一根根碧绿光丝从中激射而出，并一个闪动后，在其身前汇聚成一道水缸粗细的巨大光柱，一闪即逝后，就洞穿数百丈距离，出现在了魔化巨猿身前处。魔化巨猿面上凝色一现，一只布满紫金鳞片的大手往身前一横，五指一张，就一把抓向了光柱。砰一声地动山摇的巨响，绿色光柱被金色大手硬生生的一挡而下，并立刻化为一团巨大光球的爆裂而开。而等阵阵冲击一卷而散后，重新显露出的金色手掌赫然完好无损。凶司王见到这种情形，纵然经历不过不知多少大阵仗，也不禁眼角处骤然一阵急跳。他眼珠一转后，正想再施展其他神通时，远处的魔化巨猿却二话不说的单手虚空一抓，顿时手心处一抹翠光一亮，一口墨绿色长剑当即浮现而出，手腕微微一抖，此长剑一下化为了10几丈长的巨人。巨猿6臂齐动，6只大手一闪之后，同时合力握住了巨人手柄处，并神色凝重的冲对面一斩而出。扑哧一声，魔化巨猿体表数个紫金光带一浮而现，刚刚吸纳的天地元气顿时潮水般往手中巨人中狂涌而入。巨刃上一排银色符文一闪而亮后，一道100余丈长绿色剑芒从上面一卷而出，但在一个模糊就化为月牙状的凭空不见了踪影。玄天之宝是玄天之物，凶司王所化巨人略一感应墨绿巨刃上散发的法则波动，当即大惊起来，急忙双手飞快一掐法诀，就要施展什么秘术躲避而开。但是此时明显已经迟了。下一刻，凶司王所化巨人上空蓦然波动一起，一轮绿蒙蒙弯月在万道光霞中浮现而出，只是滴溜溜一转，恐怖之极的法则之力就先一照而下。凶司王只觉四周虚空蓦然一紧，无论手足还是身躯，全都一寒的被法则之力禁锢而起，整个身子被巨大冰山直接镇压住一般，任凭如何挣扎都无法再动弹分毫了。全力催动的玄天斩灵剑之厉害，远远超乎凶司王预料之外。
他以前见过的其他玄天之宝的法则威能，竟根本无法和此时面对的相提并论。不，此战我认输，禁制解除。凶司王所化巨人终于面露金黄之色，口中一声大叫认输后，原本笼罩整座山峰的2层光幕竟瞬间的溃散消失。但是绿色弯月却根本不管不顾这一切，仍在绿色光霞闪动中一压而下。千鬼之力爆！一连尝试数种秘术都无法从法则震慑中逃脱的凶司王，情急之下终于心中一横起来。刹那间，其体表上千鬼脸忽然化为了鲜红欲滴之色，接着就在轰鸣声中纷纷一闪的爆裂而开，一股血雾当即向四面八方一卷而开，竟将四周那股法则之力一下抵消了大半。凶司王所化巨人在血雾喷出的同时，身躯也一下漏气般的缩小成常人大小，并嗖的一声后挣脱法则束缚的冲天起。远处巨猿见此情形，鼻中冷哼了一声，手中墨绿巨刃竟忽然一抖的朝身前处闪电般横斩而出。看似普通之极的一斩，巨刃前半截部分却在刚一斩出的时候，一个模糊的消失掉。同一时间，刚刚化为血焰从绿色弯月旁一闪而过的凶司王，旁边虚空中忽然爆发出一团刺目绿光，半截近似透明的巨刃一闪即逝，就从凶司王腰部一斩而过，将其硬生生的分成了2截。凶司王护体血焰对着半截巨刃虚影的一斩，竟然丝毫效果没有。凶司王一声惨叫，却并没有真的失去了分寸，反而不加思索的单手飞快一掐诀，下半截身躯当即化为血雾的爆裂而开。其上半截身躯在这股血雾一裹后，发出一声爆鸣的从当前位置一闪的不见了。韩立见到此景，所化巨猿面露一丝讥讽，一根手指冲那边虚空一点，砰的一声，那轮绿蒙蒙弯月滴溜溜一转后，同样的爆裂而开，嗤嗤声大响，无数墨绿丝芒向血雾消失地方瞬间洞穿而去，一闪即逝后，也诡异的消失在虚空中。附近虚空骤然间一阵剧烈波动，凶司王一声哀鸣，半截身躯就如同破布般的再次显现而出。不过他体表已经遍布无数孔洞，小半截身躯几乎都不翼而飞。即使这样，凶司王还没有陨落而亡，反而毫不犹豫地从残破身躯中一下飞出数件阴气森然的宝物，将自身一护，就一掉头的朝另一方向山头激射而去。但韩立动用了玄天斩灵剑，自然绝不会再放对手生离而走的。凶司王在宝物护送下，方一风驰电掣般的射出1000余丈距离，前方虚空就金光一闪，数百丈高的魔化巨猿就无声的浮现而出，一条手臂只是一动，一只金灿灿的弥天巨掌就用迎头一拍而下，一声地动山摇的巨响。凶司王放出的数件防御宝物，连同自身残缺肉身，竟轻而易举的被金色巨掌一击粉碎。嗖嗖2声，2团黑气从模糊血肉中洞穿而出，向不同方向拼命逃窜而走。巨猿眉头一皱，一根手指冲其中一团黑气虚空一划，当即一道青蒙蒙剑光一闪而逝，将其中暗藏东西一斩2片，正是那似猴非猴的怪物。接着青蒙蒙剑光上轰鸣声一响，无数金色电弧弹射而出，瞬间将枯瘦怪物一照的化为了灰烬。没有了凶司王的法力支持下，这个所谓的第二元神意外的脆弱无比，并无法像以前那般重生而出。另外一团黑气正要趁机逃之夭夭的时候，两侧虚空金光一闪，黑气中一声哀鸣，从中冲出一个牛首蛇身的怪物。但才冲出数步远去，怪物身躯一下4分5裂而开，无数黑气从中狂涌而出，并且传出呜呜的鬼哭之声。就在这时，黑气上空金光一闪，金色小人一闪而现，两手一抬，漫天无形剑气一卷而下，几个呼吸间功夫，将所有鬼气全都一扫而尽。到了此时，这位阴司10王之一的凶司王才算在此战中真正陨落而亡。同一时间，另一个世界中，某座深埋地下万丈的黝黑殿堂中，10个并排摆放的青石棺中的一具，突然盖子一下爆裂而开，从中蓦然站起一个黑乎乎的影子来，并发出惊怒交加声音：“什么人，竟然敢将我本体灭杀掉！不要让我再碰到你，否则等我重铸肉身后，定要将其剥皮抽筋，永镇阴魂海之下。”说完这话，黑影当即从石棺中一飘而出，向殿门外飞快一飞而去。恢复常人大小的韩立手中抓着一颗拳头大的血红圆珠，表面有一层黑气缭绕，并且隐约有无数黑点密密麻麻的遍布其上。这些在常人眼中再普通不过的黑点，但在铃木放大100倍再看后，赫然是无数扭曲一团的鬼脸。有些意思，此东西倒可以仔细参悟一二的。韩立拖着手中这颗刚刚从凶司王破灭惊魂中抓出的东西，露出一丝笑意的自语2声，手腕一抖，圆珠顿时一闪的不见了踪影。韩立这才双目一眯的向附近几个山头一望而去，只见除了他身下处外，其他山峰仍然被光幕严严实实的笼罩着。显然他是第一个结束战斗之人，其余4处战团还正身处激烈争斗之中。韩立心中这般想着，并未多犹豫什么，深深看了一眼中心处的那座山头后，却身形一动，向左侧的山峰激射而去。他没记错的话，
此山头应该是文兴凤选取的场地，若有他相助的话，想来也不难解决此地的另外一头阴司鬼王。他身形接连几个晃动后，就蓦然出现在了光幕上空，单手虚空一抓，一座黑蒙蒙小山在手心中浮现而出，手臂一轮之下，当即化为一团巨大黑影的呼啸砸下。另一只手却一掐法诀，再一扬，一道100余丈长青色剑光一卷而出，并气势汹汹的一斩而下。站在韩立旁边的金色小人也默不作声的肩头一晃，嗤嗤声一响，无数道无形剑气狂喷而下。笼罩山峰的双层光幕纵然也算玄妙，但又怎经得住韩立和是金虫王的全力攻击？不过几个呼吸间功夫，2层光幕就在狂闪中寸寸碎裂而开，里面一下传出震天的轰鸣声，将下方情形全都显露而出。韩立凝神一望，山峰上果然正分成2个战团的打得热火朝天。一处战团中，那头原本异常可爱的飞雕般小兽，赫然化为了近1000丈之巨，正和一头体积同样大小的双手巨蜥撕咬在一起。飞雕2翅震动不停，一股股银色电弧缭绕而出，遍布身躯每一寸地方。双手巨蜥2颗头颅一红一黑，口中红色赤焰和滚滚黑气各自喷吐不停，二者均都皮糙肉厚，或贴身厮打一起，或暂时分开用雷电、赤焰、黑气互喷不停，一时间倒也难分上下的样子。另一处战团则显得无比诡异了。一边，文兴凤竟然静静地盘坐在一片上百根绿竹之间，单手掐诀，双目紧闭，体表一件5色霞衣若隐若现地覆盖全身，头顶处则有一个乳白色阵盘悬浮在那里，从中不时飞出众多的银色符文。另一边，相隔数百丈外的地方，则是一片100亩大小的血海，滚滚滔天。在血海中心处，一座漆黑莲台上，赫然有一具完整的人形白骨盘坐上面。此白骨浑身鲜血淋漓，有些地方还有一些肉屑没有去除干净，却仿佛常人般的一手捏着古怪法诀，一手却拖着一个血红色钵盂。在其头颅背后，却赫然有一团母许大的金色光晕，里面隐约有无数金色光焰若隐若现。但古怪的是，此白骨和对面的文兴凤一般情形，在施展秘术并用宝物护住了全身后，却同样的在黑色莲台上静坐不动着。韩立见此情形，神色微微一动，瞳孔深处却蓝芒一闪，忽然扫向了白骨和文兴凤间的某处虚空处。结果在其灵目凝神一望后，那边原本看似空荡荡毫无一物的虚空，赫然一下变成了生灭2重截然不同的世界之地。一边世界血焰翻滚，无数黑气所化骷髅在里面张牙舞爪的呼啸飞舞；一边世界翠翠绿绿，尽是树木藤蔓身影，无数5色彩蝶上下盘旋飘动。2种世界以某条界线为中心，潮水般的不停撞击一起，或血焰将树木重叠点燃化为灰烬，或树木藤蔓在血焰中生成变粗壮大，将无数骷髅卷入其中，化为己身养料。2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的挤压冲撞，竟在中心处形成一个巨大漩涡，疯狂转动不停，但偏偏无声无息，仿佛这一切都不过是虚幻之物一般。有趣，他们2人倒是厉害得很，竟然已经摸到了一些灵域的催食法门，虽然只是一些皮毛，但一般大成肯定无法对抗的。今儿你去杀了那头蜥兽，这鬼王就交给我了。韩立双目一亮，喃喃地自语了2句后，就忽然声音一冷地吩咐一声。旁边的金色小人目中冷光一闪，点了点头，就身躯一纵地化为金红的直扑下方的双头巨蜥。韩立自己则就地一滚，无数银狐缭绕中变身成一头100余丈长雷鹏，双翅一抖，就化为一道飓风的直扑下方血海处。当光幕一破的瞬间，原本互相斗法的文兴凤和那具白骨，自然头一时间就发现了韩立和是金虫王的存在。文兴凤自然大喜过望，而阴司鬼王所化白骨见此则心中一惊，再一见是金虫王和韩立化身巨鹏的从天而降，当然不肯再像先前那般静坐的束手待毙。他目中绿焰一亮，一手猛然将手中钵盂往高空中一抛，顿时无数血色符文从中狂涌而出，一个翻滚的化为小山般巨大，直奔金色小人所化金红一照而去。同时，其身下的血海中咆哮声一起，从中一下飞出10几条巨大血蛟，张牙舞爪的奔巨鹏飞扑而去。白骨另一只手则飞快一掐法诀，冲远处虚空所化2个世界处凝重一点。轰隆隆的巨响声，正和绿色世界僵持不下的血焰世界丝毫征兆没有的一下自爆开来，一轮庞大无比的血色骄阳当即从虚空塌陷处一冒而出，往对面狂压而去。无数血焰骄阳表面一卷而出，绿色树界在对方自损般的狂攻下，里面树木藤蔓虚影全都一阵的扭曲模糊，大半蝴蝶则一颤之后，则凭空化为粉末的爆裂而开来。文兴凤见此，当即心中一惊，急忙2手飞快掐诀，食指车轮般的冲绿色世界处连点不已，一时间倒也顾不上配合韩立加工那具白骨起来。噗噗2声，那血色钵盂中放出巨大犀利的，将金色小人从盾光中一阵的射了出来，2道惊人金光就从小人目中一卷而出。巨大钵盂在蛟龙般金光交叉一击后，就被硬生生的洞穿底部，而显露出2个硕大孔洞来。
此波鱼遭此重创，当即滴溜溜一转，一下漏气般的飞快缩小起来，在被金色小人催动两道金光一阵狂斩后，就一下化为无数碎片的爆裂而开。而金色小人丝毫停留没有，法诀一催下，身形再次跳起一纵，竟和两道金光一下融合一体，化为一道粗大惊鸿的一卷，一个闪动后就到了双头巨蜥处，另一个模糊的围着其疯狂一绕。双头巨蜥明知不妙，但在巨雕牵制下却根本无从躲避，直来即体表放出一层赤红火幕后，就被惊鸿一斩分成数节。但此巨蜥却生命力极强，数节身躯一阵扭动后，竟从伤口处放出团团黑气的要重新弥合接上。就在这时，对面巨雕却心风一起，一个飞扑后抢先到了巨蜥旁边，前肢一抬，就将一节身躯死死按住，大口一滴的直接撕咬了起来。在巨蜥身躯疯狂扭动中，巨雕只是几口就将此节身躯全吞进了腹中，在一掉头后，兴奋之极的咬向附近另一节巨蜥身躯，金光一闪，金色小人在附近虚空中浮现而出，冷冷看着下面这一幕，并未有出手阻止的意思。于是顷刻间后，双头巨蜥就硬生生的被巨雕吞吃了个干净。另一边，韩立所化巨鹏在十几条血蛟方一金身的瞬间，双翅一抖，体表轰鸣声大作，一根根粗大金色电弧从身上弹射而出，化为一张雷网的冲这些血蛟一照而下。白骨在黑莲上见到此幕，心中不屑一顾。对方要是以为这些血蛟只是幻化之物，就可以轻易打发掉，那可是大错特错了。其身下血海可是用998一种污秽之血炼制而成的，所幻化出的血蛟自然非同一般，纵然比不上真正的蛟龙，但可怕程度也绝不会相差太远的。但此念方才在白骨心头一转，空中霹雳声一盛，其不由一惊的急忙望去，只见那十几条血蛟在金色电弧缭绕下，竟纷纷哀鸣的飞灰烟灭，连片刻功夫都未能支撑下来。在没有阻挡后，巨鹏当即气势汹汹的一扑而下，辟邪神雷。白骨目中绿焰骤然一凝，一手往蓦然身下飞快一拍，身下血河轰隆隆一声后，化为滔天巨浪的冲天一卷而去。而身下黑色连座滴溜溜一转，连夜风巨涨而起，化为一颗黑色光球的将白骨护在其。嗖的一声，光球竟一闪的没入虚空不见了。等巨鹏再次放出金弧的将血浪尽数击散之时，白骨早已不见了踪影。这位阴司鬼王倒是见机极快，一发觉根本无法同时对抗韩立和文心凤后，立刻瞬移的逃之夭夭掉了。而没有了这位鬼王真元支持，血色骄阳片刻功夫就被文心凤施法压得溃散灭。此女当即一收秘术，面带笑容的站起了身来，多谢韩兄相助，否则小妹要和这位佛骨王要分出胜负来，绝不是一时半刻的事情。不过也不能就此放弃走掉，万一和其他鬼王联手后，其他道友可就大有危险了。这个自然，我等马上就动身去追。巨鹏体表金弧一脸，双翅一收后就重新恢复了人形，并对此女淡淡的回道。这时，金色小人和那只吃的肚子滚圆巨雕也一个闪动的飞回到了韩立两人身边来。于是韩立二人也没有再啰嗦什么，当即带着各自灵兽腾空而起。此刻不需寻找什么，就可清楚看到逃走的佛骨王赫然已经飞到了最中间的山头上，并将头顶金色光晕化为无边魔焰的正往下方光幕狂压而去。那两层光幕只支撑了几下，就一声闷响的被惊焰洞穿而灭。佛骨王体表黑光一闪，无声的往下方山峰上一落。文心凤和韩立当即遁光一起，化为两道长虹的激射而去。几个闪动后，韩立二人赫然也出现在了中间山峰上方。二人目光往下方一扫，却不禁全都怔住了。只见山峰之上并未见丝毫争斗景象，反而一名面容清秀的中年男子正和碧影面对面的盘膝而坐。二人中间放着一张洁白如玉的石桌，桌上摆放着一个四方棋盘，此棋盘金灿灿仿若赤金，上面布满的棋子却是黑白两色。碧影和那中年男子凝望棋盘不语，似乎棋局正下到关键时候。而佛骨王正笔直地站在中年男子背后，一副老老实实的模样。